不过呢，我们这样子理解了以后，这个是一个理解。清净法界给我们熏习，熏习了以后呢，我们就会去用功。所以真正在用功的过程中，你不要去，所以我们说用功都是当下，你不要想未来会发生什么事情，未来性不可得，不可得，你不要去执着它。为什么呢？你只要在当下不断的用功，你的心不断的在清理掉这个杂染，你的心不断的让这个清净的自信呢，慢慢的更能够发挥它的作用的时候，你发现你很自然的就往这个方向去，你的心一定带着你走的，唯心所现嘛，它一定带着你走。所以我们也讲过了，禅不教我们做什么，禅会让我们的心知道要做什么，你的心自然知道要做什么，你的心自然会走向那个方向去，一定有这个趋向，一定往这个方向去。那所以呢，我们这样子理解了以后呢，回到当下，还是回到自性清净的这个原理来。然后我们尽量做到一心三昧，就是尽量让我们的心保持在安定跟清明的状态。那我们现在做不到，是因为没有方法因为杂染这么长远的时间，这些方法呢很多都丢失了，所以我们就要用方法。那么方法呢，各种方法都可以，只要它能够发挥这个作用。心是一个整体的作用，所以在心安定和清明的时候呢，它是一个整体的，所以默照的时候是整体的。你在那个时候呢，有局部的，有分别的，然后有不平衡的状态，就不是了，就不是处在那个状态里面。那所有的方法都是为了帮助我们，所以我们就要用止观的法门。止和观是修行的方法。那我们现在可以用的话，就是专注和觉照。我用一个方法，我的心专注它，专注的同时，我很清楚的知道自己的心在专注，也知道所专注的境。然后在这个过程里面，专注和觉照的作用慢慢就结合，它就呈现出安定跟清明。定和慧的作用就是一体了。所以这边呢，他说像坐禅是什么？坐禅呢，就是对外的境界不动乱，那么内呢，依真如而安住，摸和照就在那边了吗？禅定也是这个意思所以禅定里面呢，用的句子都非常的简单我们看到他用的句子呢都很简单，所以他讲这个禅定跟这个坐禅，所以这个就是慧能大师教我们的方法。简单到什么程度呢？他说何名坐禅？此法门中一切无碍，外以一切境界念不起。这里的念呢是杂念不起，为坐，坐就是这个意思。见本性不乱为禅，这个叫坐禅。对我们要有方法，他这个就是方法。但是他这个方法我们看起来比较像理不太像事，但是也是事因为他说明何谓禅定？外离一切相曰禅，内不乱曰定。哎呦，这么简单的句子，我们真的是听了就听了，好像都没有办法直接的去运作它。那是因为呢，他讲这个话的时候，他对的学生不是我们这样的学生，都对的学生都是那些禅坐已经条件很好的知见也具足的。所以这样讲的那些人一明白，师父教默照的时候呢，很多人也在听，听完了以后，你叫每个人来说明，没有一个人讲清楚然后每个人也在用默照的方法，可是一问他怎么用，讲不清楚。那讲的比较清楚的是把师父的话重复讲一遍，那是师父的。我记得我在第一次跟师父打坐的时候呢，师父在逼我们，用话头在
他问我天地在哪里，我就说在你的口里。为什么呢？因为师父讲出来的话。他问天地在哪里呢？天地是从他口里面发出来，当然是在他口里了。那如果我们是讲天在上地在下了嘛，那是外面的，不是他那个当下吗？所以这些话都是师父讲的。那我们把它重复一下，把师父教的那个什么圣严法师教默照禅里面的默照的方法背一背，你去打坐看你怎么用。我们很多都是这个样子的，没有实际的能够把这个方法用上去。所以如果我们听到六祖讲这个话的话，也是不同的。很简单，其实就是默照嘛。心性明这个三祖，他讲这个心性明就4句话：知道无难，唯嫌简则，但莫真爱，动然明白。默照，定慧一体，对不对？全部都在那边，我们怎么读的都不同。到六祖这么直接的讲，禅是什么，定是什么，什么外不乱内不乱，反正就我们都乱了。因为呢，我们完全没有这个，就这个基础不好，你没有达到一种不乱的一心，心里面全部都是杂然，都是这些妄念，所以这些句子进来的时候呢，你就用你的妄念去解读它，然后只要你用默照，你是用妄念去默照，不是用一心在默照吗？所以你怎么照都不清楚的，那怎么办？方法，比如说数呼吸的方法，比如说念佛的方法，一个方法，然后把你的心从6根6尘里面呢，凝聚在一个根一个尘上面所缘境。数呼吸就是身根的触觉，身根触觉不要觉照整体，因为觉照整体你的心太散了，做不到集中在那边，只有那个呼吸。这个时候耳根身根还有作用吗？有，但是那个作用呢，不干扰我们，所以你整个心的功能专注在那边，非常清楚的觉照。当你能够达到不乱的一心，属随止了不乱的一心，再用这个不乱的一心去觉照你的身根，心和身就统一。我们现在在那边用妄念，头部放松，眼睛放松。我上次又发现到一个现象，什么现象呢？我们教小朋友，我不知道这边有没有幼儿园或者是学龄前的这个小朋友在学习，妈妈有时候也教他拿一个东西出来跟他讲，这个画了一个眼睛，就跟他讲这个叫眼睛，用图片告诉他这个叫眼睛，然后再用个图片出来，这个叫鼻子。那小朋友都会了。那你就问他眼睛在哪里，他就指出那个图了。你问他这个叫什么，他不懂。你说这个不是叫鼻子吗？不是，那个图的那个才叫鼻子。我们现在就是这样。你说眼根放松的时候呢，不是眼根在放松，是你的意识里面的眼睛2个字在放松。所以你都不是用心啊，你都没有专注，没有觉照啊，只有一堆的妄念在那边。跟小朋友你指这个他不懂的，为什么呢？因为你告诉他的时候不是指这个做鼻子，你是拿图片告诉他这个叫鼻子，所以他知道的鼻子在这里。那我们意识里面知道的鼻子是2个字，发音鼻子，不是这个东西。你的意识所知道的不是这个东西，是你的心要触觉它的，才叫做鼻子。所以鼻子放松，在哪里放松？在你的意识里面的鼻子2个字放松，不是这个地方放松。所以你这样子用方法，怎么用得上去呢？所以都是妄念在用方法，想象在用方法，所以没有专注和觉照的作用在那边。没有这个，你用方法能够帮助你真正去发挥这个作用，让专注和觉照的作用呢能够凝聚成一体的那个方法，
所以我们数呼吸。那有些人数呼吸也数不行，数不来，或者是专注呼吸也专注不到，因为身体太紧了。有些人是身体太散了，太粗了，不放松，所以呢，连这个触觉呢都触不到。你们不摸鼻子的时候呢，能够感觉到呼吸在吗？能够感觉到鼻子在吗？是不是要把这个鼻子弄成那个样子？所以有些人找不到呼吸，就是拼命找呼吸了。为什么？心太粗，太多的妄念杂然在干扰。那怎么办呢？继续放松。所以呢，一个方法就是你坐在那边什么都不要做。开始你们学会打坐的时候，不要一开始就要找方法，先让自己放松。因为我们在这个过程里面放松，你什么都不要做的时候呢，我们的心的一些妄念会慢慢的沉淀。所以你一直保持静态、平静的状态，就是用这个专注安定的这个心，让它专注跟安定下来，知道自己在打坐，然后让这个妄念慢慢沉淀。妄念慢慢沉淀的时候，如果你安定的功夫好的话，慢慢你就发现这个觉照的作用就慢慢的活出来，它就比较自然的运作，因为它没有被障碍了嘛。所以有些人说，慢慢觉察到整个身根，有些慢慢就觉察到这个呼吸，那就把心放在那边，觉察到身根如果是比较整体的，那你就可以继续的保持对身根的一种觉照，然后在这个过程里面让自己的心更安定下来，那个时候可能你就可以达到一种莫照同时的这个功夫。所以你要有这个方法，那你这个方法要用得好，你平时生活也要放松啊，平时生活绷到紧紧。然后我们刚才讲了，打坐的时候全身都是浊气，所以酸痛麻痹一堆现象都出来，不能放松。所以这个不能放松的时候呢，你的那个触觉呢，一旦它有强弱的这个明显的现象，舒服不舒服的时候，你的心怎么可能还能定呢？你的心就动摇，安定就不见了。有觉知，可是就不安定了。那你要能够安定，继续放松，放松到这些状态慢慢的过去了，整个身心清安了，然后你就容易触觉到整个身根的触觉。那个时候呢，心和身慢慢的同了，专注和觉照的作用慢慢就结合起来。那么到这个状态的时候，这些句子慢慢你就听明白了，懂了。所以我们不是在打坐里面就说参禅打坐，它是一个方法，一个善巧。那所以为什么如果你完全没有这个知见，没有这个自性清净这样的一个原理，这个原理呢是中国佛教整个思想体系建立了以后，六祖从里面提炼出来，把整个思想这么繁琐的思想化为最简单的一句话。我们讲本性空，法性空，我们讲众生具无佛性，佛性是清净的。所有的这些在佛教的思想，大乘佛教思想体系里面都讲了。那中观也讲一切法本性空，因为本性空无染，所以是清净。所以空和净其实就是一体的。那看我们怎么说。那么空呢比较偏，好像我们说比较偏静的这一边，静就是比较偏动的，这样子的一种理解。所以说我昨天也提到说，空是静的体，静是空的用，跟慧是定是慧的体，慧是定的用，就用体用，一个是内的，一个是外的来了解。因为我们的观念里面还是以内外嘛，还是要让它有一种相对显现，才比较容易说明它。那你要具备这个条件。然后我们发现了说，自性清净，六祖在解释的时候呢，所有的思想都在里面。因为自性清净，很多人把它直接联系到这个所谓的如来藏，但是六祖讲自性清净是中观的，中观讲无自性，但是六祖用自性
讲自性清净还是中观？为什么呢？因为我们每个人，或者是我们讲如来藏的时候，以为还有一个真如，一个如来藏是清净的，可是他告诉我们不是。所有的一切现象显现出来，我们的心在运作的时候，它自性就是清净。那么我们显现出来的是杂染，不是杂染里面还有个清净。杂染在运作的时候是因缘生因缘灭，它的本性就是清净。所以这个是中观的观念来的。所以我们不是在去找个自性清净，或者修行修到把自性清净显现出来，不是的。你只要没有杂染，你悟到这个空性的时候呢，这个功能就自然运作了，就直心流露，就是一行三昧了，就是定慧一体了。所以不是再去找一个自性清净来修，不是的，当下就是。那么当下为什么不是呢？因为你的心迷，你没有见到，所以你在杂染的状态里面。如果你悟了，你就直接的见到了。所以你在迷的时候呢，是一种识的功能，识的作用；悟的时候就是智的作用。哎，这个又是唯识的东西了。你看，他把这些几个主要的系统的思想，就归纳在一句里面，全部讲完。可是呢，我们读不通，因为呢，这几个系统的思想，最主要的中心的，我们没有了解啊。大乘佛法我们读了很多，没有通啊。它通了以后呢，真正是圆融了，真正的圆融，把所有的这个思想全部贯通起来，然后用最简单的这个句子呢把它传达出来。但是后面呢还有解释，所以呢有几段它都有在说明这个自性清净的这个意思。然后我们这样子去看它的这个解释，发现它有如来藏系统的那种字眼，可是观念是这个中观的，也就是它回到佛法最中心或者是最本意的这个观念来。然后呢，唯识里面所讲的识和智，他要把它讲清楚了。一念迷就是识，一念悟就是智了。所以转迷为悟，转然成净，转识成智，在那一念之间。然后唯识学呢讲要修行，哇，好繁琐的那个五重唯识观，他没有用，很直接就告诉我们，直接你一念悟就是了。可是你要这个一念悟，真的是要通过五重唯识观的方法一层一层进来，包括了用天台宗止观的法门，一步一步的修，然后修到那个程度，一念一悟。我们现在讲了那么多，我们也动很多念，就是没有一念是悟的。我们就不能够让我们自性清净的功能发挥出来啊。所以我们讲的东西或者我们做的事情还是杂染的。不过呢，修行的过程中，这个清净的自性的功能越来越能够发挥，因为杂染的成分越来越少。雾霾多到伸手不见五指。以前我们听到这个形容词的时候呢，在哪里？他们说是在伦敦，伦敦叫雾都，对不对？起来的时候呢，伸手就不见五指了。然后太阳出来的时候呢，智慧了吗？然后这个雾慢慢消失了，然后你看到的五指越来越清楚了，然后最后呢，寥寥分明，清楚了，就这样子的一种情况嘛。那么这个过程里面呢，有雾霾很多的时候，很杂染的时候，我们就看不到，看不到不是它不在那边，或者是看不到不是因为它躲在哪里，也不是说它是怎样的一种情况，就是没看到。但是修行的过程中，就好像这个雾霾慢慢越来越淡化了，越来越浅了，然后我们就越看越清楚了。越看越清楚的时候，当然你就越能够发挥它的作用。你的自性清净的功能越来越能够发挥作用，